每当我们抬起头，看着夜空中那轮皎洁的明月，总会想起那个从小听到大的故事——嫦娥奔月。在我们的记忆里，这是一个浪漫又凄美的神话，英雄后羿射下9个太阳，拯救了苍生，而美丽的妻子嫦娥，因为某种无奈，吞下了长生不老药，独自飞往广寒宫。我们总是把重点放在碧海青天夜夜心的思念，或是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上。但是，如果你把这个神话拨开来看，你会发现，这其实是一个让人细思极恐的故事。它无关浪漫，而是赤裸裸地展现了人性的脆弱、欲望的拉扯，以及一段完美的婚姻是如何走向毁灭的。今天我们不讲神话里的法力无边，我们来讲讲人。如果我们把后羿与嫦娥看作一对平凡的夫妻，那么那颗传说中的长生不老药，其实就是击溃这段爱情的最终武器。一颗仙药究竟是如何毁掉一段爱情的？欢迎来到今天的影片，我是墨色星图。今天让我们重新解读后羿与嫦娥。故事的开局，后羿与嫦娥拿的是妥妥的人生胜利组剧本。后羿是天庭里最顶尖的神射手，武力值点满；嫦娥是绝美的仙女，他们的结合是真正的神仙眷侣。直到那场著名的射日事件爆发，天帝的10个儿子，也就是10个太阳，在人间捣乱，导致生灵涂炭。后羿接到命令去处理，但他一怒之下没有掌握好分寸，直接射杀了9个太阳，这下闯了大祸。虽然拯救了百姓，但他杀死的是天帝的亲骨肉。天帝的惩罚非常残酷，褫夺神格，将后羿与嫦娥双双贬为凡人，永远不得重返天庭。各位，这个转折点非常关键。如果我们用现代的视角来看，这就像是一个公司的顶级高管，因为一次过度执法惹怒了董事长，结果不仅自己被开除，连带着在同一家公司上班的妻子也被一起扫地出门。他们从高高在上的神仙变成了会生老病死的凡人，这就是这对夫妻面临的第一次巨大危机，阶级的跌落与死亡的恐惧。做神仙的时候，爱情是可以天长地久的，因为时间对他们来说没有意义，但一旦成为凡人，时间就成了最残忍的杀手。嫦娥开始害怕自己美丽的容颜会长出皱纹，后羿开始恐惧自己强壮的双臂有一天会拉不开那把神弓。生老病死这4个字像一座无形的大山压在他们的心头，曾经的神仙眷侣开始被凡人的焦虑所反噬，爱情在生存与衰老面前突然变得不堪一击。后羿看着日渐忧郁的妻子，他决定做点什么，他要找回他们失去的特权，他要去求取长生不老药。后羿踏上了前往昆仑山寻找西王母的旅程，这是一段九死一生的路途。他翻过万水千山，历尽无数磨难，终于感动了西王母。西王母送了他仙药，但同时也赋予了一个极其致命的使用说明书。西王母说，这份药如果2个人分着吃，你们就可以长生不老，在人间做一对永生不死的平凡夫妻，但如果一个人吃下去，那个人就能立刻白日飞升，重返天庭，再次成为神仙。发现了吗？这颗药根本不是什么恩赐，它是一道残酷的人性测试题，它将一个原本共同面对死亡的夫妻共同体，瞬间撕裂成了2种利益的博弈。后羿把药带回家，交于嫦娥保管。这时候的后羿心里是怎么想的？史书和神话没有明说，但我们不妨推测一下，后羿可能想着，我们挑个好日子，一起吃下这半颗药，虽然无法重返天庭，但至少我们能在人间永远相守。但嫦娥呢？看着手里的这颗药，他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，吃一半，只能在人间做个不死的凡人，继续忍受人间的劳作，风雨汉不如意，但如果全吃了，他就能立刻回到天庭，做回那个高高在上的仙女。
在很多传统的解读里，为了维持嫦娥完美受害者的形象，编造出了一个反派后羿的徒弟冯蒙，说是因为冯蒙趁后羿不在，想要抢夺仙药，嫦娥为了保护仙药，不落入坏人手里，才被迫一口吞下。但如果你去看最古老的文献《淮南子》里是怎么记载的，只有冷冰冰的10个字：一寝不死之药于西王母，恒娥妾以奔月。恒娥妾以奔月，这里的恒娥就是嫦娥，一个妾字道破了这段婚姻里最不堪的真相，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背叛。我们不禁要问，为什么嫦娥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难道她真的不爱后羿了吗？其实导致这段爱情破裂的不仅是嫦娥的私心，还有这颗仙药带来的权力失衡。我们可以从3个层次来剖析这个悲剧。第一个层次，对人间苦难的逃避，由奢入俭滥，过惯了神仙日子的嫦娥根本无法替应人间的柴米油盐。后羿是个英雄，英雄在人间依然受人敬仰，他有徒弟，有信徒，有打猎带来的成就感。但嫦娥有什么？她只是一个附属品，在人间，她失去了所有的光环。这颗仙药对她来说，是唯一一张重返上流社会的门票。第二个层次，后羿的改变，有很多民间野史提到，被贬下凡后的后羿性格大变，曾经那个为了苍生射日的英雄，因为对命运的不满，逐渐变得暴力自大。他仗着自己的武力，成为了一个专制的暴君。如果你的丈夫从一个盖世英雄变成了一个家暴的独裁者，而你手里刚好有一张能让你永远逃离他的机票，你会不会用？从这个角度看，嫦娥的妾其实是一场绝望的逃亡。第3个层次，爱情在极致诱惑面前的脆弱，这也是最痛心的一点。这颗药的设定太毒了，一个人吃成仙，2个人吃长生。当生存与阶级跃升的机会只够一个人的时候，爱情还能起作用吗？这就像是在一艘即将沉没的船上，只有一件救生衣。后羿把救生衣交于嫦娥保管，出于信任，也出于爱，但他低估了人性的幽暗。嫦娥在无数个深夜里看着那颗药，她可能也犹豫过，挣扎过，如果我吃了，后羿怎么办？他会老去，他会死，但最终回到天上的渴望战胜了陪在身边的承诺。他趁后羿外出打猎的时候做出了选择。那一刻，长生不老药成了爱情的毒药，它没有拯救他们的命运，反而像一面照妖镜，照出了婚姻里最自私的底色。药效发作了，嫦娥的身体开始变得轻盈，她不由自主地向天空飘去。当后羿回到家，发现妻子不见了，仙药也不见了，他冲出门外，抬头看着夜空，只看到嫦娥向着月亮飞去的背影。那一刻的后羿是愤怒的，是绝望的，还是心碎的？他拿起了那把曾经射下9个太阳的神弓，瞄准了月亮。他连太阳都能射下来，难道射不下一轮月亮吗？但他最终没有松开弓弦，因为月亮里有他曾经最爱的女人，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爱人成为神仙，留自己一个人在人间面对死亡。而嫦娥呢？她得偿所愿了吗？她确实回到了天上，但天帝并没有原谅他们，她没有回到那个热闹的天庭，而是被流放到了冰冷荒凉的月亮上，住进了广寒宫。李商隐有句诗写得极好，嫦娥应悔偷灵药，碧海青天夜夜心。在无尽的岁月里，广寒宫里只有一只不会说话的玉兔和一棵永远砍不断的桂树，它拥有了永恒的生命，却也同时拥有了永恒的孤独。长生不老成了他最重的枷锁。每当15月圆之时，他低头看着人间，看着后羿在院子里摆上他最爱吃的水果，点上香，遥遥相继，那总看得见却永远触碰不到的距离，才是对他背叛爱情的最终惩罚。后羿遇嫦娥的故事就这样在历史的长河中定格。他们用最惨烈的方式告诉我们，考验爱情的往往不是艰难险阻，而是巨大的利益与诱惑。那颗长生不老药原本可以成为他们在人间相守到老的祝福，却因为无法平分的心机，变成了一把将2人永远割裂的利刃。
或许真正的爱情从来不需要什么长生不老，因为爱情的珍贵恰恰在于我们知道时间有限，生命无常，所以才愿意在有限的岁月里毫无保留地陪伴对方。没有了生老病死，没有了相濡以沫的过程，永生不过是一场没有尽头的流浪。下次中秋节，当你在抬头看月亮的时候，或许你会看到的不只是一个神话，而是一对因为恐惧死亡和贪恋权力，最终在浩瀚宇宙中走散的平凡夫妻。这里是墨色星图，为你拨开故事背后的真相。你觉得嫦娥吞下仙药，是因为自私，还是被逼无奈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告诉我你的想法。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请不要吝啬你的订阅和按赞。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晚安。